火力军算是被一本漫画给看傻了，漫画里随随便便都能给一支枪的枪头掰弯。那你们说，火力军要是发明一款弯管枪，那哥们儿是不是就解决了人类100年以来巷战难的问题？想想看，这弯管枪在犄角旮旯里偷摸的放黑枪，既能保证自己的生存能力，还能有效的打击对手。什么常规武器，全部都要给我叫一声大哥，想想就非常的激动，我就要成为巷战鼻祖了，青史留名就在此时。不过火力军突然发现，我还是太年轻了呀，我的这些想法完全被前辈们给看透了。童话里果然都是骗人的，前辈们发明巷战武器更是一个比一个奇葩，比漫画里还要离谱。今天火力军就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那些千奇百怪的奇葩巷战武器，以及现代化巷战中到底什么武器最厉害。巷战作为世界级老大难的问题，主要这种局部战役实在是太吃人了。想想看，在几十平方的房屋内，狭小的街道中，90度的直角转弯处，这些短兵相接的地方都可能会出现极大的危险。这也让无数军事学家这样评价巷战：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役，因为无论是胜利方还是失败方，牺牲都是无比巨大的。那么巷战真的没法打了吗？不得不说，人类的智慧实在是太过奇幻了。既然在拐角处我需要人为探点，是不是我做个弯管枪就完事了？你别说，这种武器虽然看起来只存在于动漫之中，但实际上还真出现过。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德国就曾设计过一款名为克鲁姆拉夫的弯管步枪。这款步枪枪管呈90度弯角，配备了潜望镜，帮助士兵观察。你别看这款武器看起来非常的奇葩，但是在实战效果中还是真让人大吃一惊。2战末期的时候，盟军攻入柏林，德军被迫陷入巷战泥潭。当时为了打巷战，德军开始装备这款武器。当时的美军战士回忆，他们在街道上压根就看不到人，就被敌人给击毙了。后来缴获了这款武器，才知道打死战友的是他。柏林保卫战让这款武器大放异彩，火力军直呼好家伙，德国人是真敢想啊！这么大角度的枪支，你们就不怕炸膛吗？你还别说，德国人还真怕炸膛。当年德国人为了打巷战，专门发明了这款武器，并且非常清楚，这玩意儿毕竟弯折的太厉害，和正常的枪支那是2个概念的东西，寿命自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，一不留神还真容易炸膛。不过到了2战后期，人家都打到家门口了，还管什么炸膛不炸膛啊？能击退盟军就是天大的好消息了。所以德军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硬着头皮也要用。所以这款武器存在着极大的缺陷，也就导致了德军只制造了2000多把克鲁姆拉夫弯管步枪。只能说克鲁姆拉夫弯管步枪算得上是时代的眼泪了。这里就有小伙伴会问到，2战的巷战神器都这么奇葩了，现代武器中就没有研制出更奇葩的武器吗？你别说，随着时代的不断改变，巷战中还就出现了一个更奇葩的武器。Corner Shot Holdings 公司发明一款墙角枪，这款武器说实话现代感十足，和克鲁姆拉夫弯管步枪相比，有一种爷爷和孙子的时代感。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新颖，整体来说和克鲁姆拉夫弯管步枪的初衷是一样的，都是利用极大的枪体弯折角度，让士兵躲在视野盲区也能侦察射击。不过不同的是，墙角枪它压根儿就不是将枪管给弯折来达到射击的角度，而是它本身就有2部分组成。首先，第一部分是枪体摄像机，第2部分则是屏幕和扳机。说白了，它就是把枪体和摄像机放在了前面，后面那一部分用于侦察射击的设备。2项功能分开化，根本就不用将枪管折弯，导致有炸膛的风险。不过它的缺陷也非常明显，这玩意儿威力实在是太小了。我们仔细想想这个问题，巷战中虽然都是短兵相接的战场，不过你用一把手枪想一击毙命，或者让对手丧失战斗力，显然不太现实。毕竟手枪这个东西战斗力实在是太有限，要是弄把步枪上去吧，这也不太现实。这么重的步枪，士兵正常扛着都费劲，更别说受力点还全在下半截上面。就算你说外国士兵个个都是兰博，人高马大，还满身腱子肉，你也扛不住步枪带来的后坐力啊。毕竟这玩意儿是没有枪托的，你这扛起来能行，没枪托怎么射击？那还不是全部子弹都喂老天爷了？更扯淡的是，这把武器别看装备的是手枪，实际上它裸重已经达到了4公斤。要知道，美国 M16A1 自动步枪也不过3.1公斤，这玩意儿比自动步枪还重，等于是你要在巷战中选择用这个，那就没有主武器了。人家拿着近战神器，什么散弹枪、冲锋枪压制你，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如此巨大的缺点，巷战中谁敢用啊？一旦被敌人压制了，那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。
所以这种武器作为侦察手段还可以，近距离短兵接触稍微有那么点作用，小队当中配备一把也可以，不配备也没什么大事儿。毕竟这把枪太过于鸡肋，也导致了墙角枪一经问世，销量实在是惨不忍睹。从这里来看，要是想从拐弯这个角度来看待巷战，绝对是 out 了。这种奇葩武器实在不是人能想出来的东西，看起来确实牛逼，帅的不行，理论上也很强，上了战场全都要窜稀。那么现代战争中，到底哪些武器最适合巷战呢？火力军认为，从目前巷战角度上来说，最好的武器莫过于手榴弹了。别看这玩意儿小，带起来那真是方便呀，而且威力非常大，一炸一大片。并且现在的手榴弹设计更合理，不会像二战时期日本的手榴弹那样，想要引爆还用脑门磕一下。现在的手榴弹威力更大，根据有关测试，在密闭且坚固的钢制保险箱内，一颗手榴弹的爆发威力足以将保险箱完全撕扯开，保险箱被炸得就像碎纸片一样。这要是在打巷战的时候，往敌人的屋子里丢一颗手榴弹，一屋子人重则死亡，轻则重伤。更离谱的是，现在的手榴弹里填充的还有大量的钢珠，瑞典珍珠防御手雷爆炸的威力足以在6米内将人打成筛子。这种武器绝对是 bug 级别的巷战武器，简直是杀人于无形。当然，光有手榴弹还差了点意思， IED 炸弹也是巷战中非常恶心的武器了。IED 炸弹这种武器让人难以形容，你说这武器先进吗？这玩意儿但凡是动手能力厉害点的士兵，做起来的难度都不会很大。你说这武器难以针对吗？只要肯稍微花费点时间，它还真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。许多小伙伴就很疑惑，那 IED 炸弹到底哪里恶心了？其实 IED 炸弹最恶心的点就是它的伪装。别看 IED 炸弹制作起来很简单，这东西还真好隐藏，什么花花草草啊，路边的犄角旮旯里啊，或是汽车的后备箱里都能隐藏，甚至还能和地貌融为一体，不花点时间还真的难拆。当时中东地区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，一个中东老哥大半夜里骑着自行车，在敌军经常走动的地方丢了一个装着 IED 炸弹的塑料袋，这都是常有的事。这种因陋就简的作战风格，不得不说是真的简单粗暴，并且效果非常好。进攻方不花费点时间精力，还真摆脱不了这玩意儿。想当年，强如美军的王牌精锐都被 IED 炸弹吓得不敢出屋。拆弹专家不清理个把月，美军是绝对不会有任何作战行动的。更重要的是 ，IED 炸弹的制作难度是小，但是威力是真的大。比利时维和部队当年装备了澳洲野狗防雷装甲车，遇到了一颗30公斤的 IED 炸弹，整个车头都被炸飞了，发动机都飞出去50多米，硬是给防雷装甲车给干报废了。拆弹专家中也有这样一个片段，拆弹人员穿着厚重的防爆服拆 IED 炸弹，最后发现时间快到了，无法拆除，穿着防爆服赶紧跑，都跑出去几十米了，炸弹突然爆炸，带来的余震硬生生给穿着防爆服的士兵震死。这也让拆弹部队诞生了这么一个说法，穿着防爆服并不是不会死，而是留个全尸罢了。可见 IED 在巷战中的威力，超强的隐身能力不仅恶心，你还真拿它没什么办法，花时间拆吧，确实太浪费时间，可谓是巷战中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了。许多小伙伴表示不服，那你看 IED 炸弹面对现代的装甲车，也不过是炸掉一个车头，人员都没有出现伤亡，巷战当中还是装甲车更具优势。要说在巷战当中的装甲车，那火力军可不困啦。巷战中装甲车存在天然优势是必然的，当然不只是装甲车，坦克也是巷战中的绝对利器。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，大多数轻步兵武器对于装甲车、坦克的影响实在太小，士兵躲在装甲车里，不仅可以保证安全，还能承担运输的作用。不过讲真的，现代战场上士兵的脑子不得不说是真的活泛，他们直接将装甲大杀器、反坦克武器、榴弹发射器、RPG 搬上了战场。你别看这些武器虽然笨重，但是在巷战里真的猛。二战经典的战役国会保卫战，几千德国党卫军拿着 MG3 机枪和反坦克炮给苏联打得真没脾气。等到苏军进入国会，已经损失了大量坦克和装甲车，到了国会内部更是恐怖，双方在短兵相接的战场里彻底打红了眼。根据这场战役存活的苏联老兵回忆，双方在内部彻底杀红了眼，拿着反坦克武器、重机枪对着隔壁墙的敌军开火。你想想，这么近的距离根本没有任何缓冲空间，那火箭炮的威力是双方的噩梦。当然，这是双方杀红了眼的情况下，根本顾不上敌我态势了。到了现代巷战，俄罗斯发动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中，
格罗兹尼巷战让火箭炮、榴弹发射器等单兵重武器大放异彩。俄罗斯81摩托化步兵团仗着自己有坦克和装甲车，贸然进入格罗兹尼，那里全是车臣武装，看见俄罗斯部队就跟狼看见羊一样，拿着火箭筒就往前上啊！人家躲在城市的各个街道、大楼里，没事儿就给你装甲车一炮。这不求能打爆你的装甲车，就是一点点磨死你。仗就打了1天不到，81摩托化步兵团几乎全军覆没，全团上下活着从格罗兹尼走出来的只有1名军官和10名士兵，其他人全部被拖死在格罗兹尼当中。他们拿车臣实在没办法，在这个战场环境里，俄罗斯压根儿就没有还手的机会。你不知道到底哪里会突然发射1枚火箭弹出来，直接就干碎装甲车。士兵躲在装甲车的后面，还不如分散在各个大楼之间。不仅仅是俄罗斯，美国也曾吃过这样的亏。著名的电影《黑鹰坠落》当中也有这样的片段，美军装甲车被武装分子用 RPG 击毁。在城市巷战当中，美军装甲车也很难阻挡突如其来的炮弹，强如美军也被彻底打蒙圈了。这群武装分子真的过分呢，一炮接一炮，还居高临下的轰你，除了跑没啥办法，头都不敢露出来，露出来这群武装分子的枪法可不差，分分钟给你击毙了。如果说俄罗斯、美国在巷战中到底犯了什么错，从战术上来说没什么问题，只不过他们都过于轻敌了。没想到武装分子能进行如此激烈的抵抗，没有足够的情报和侦查，贸然进入危险的地域。那么巷战中这些破坏力极大的武器，既然可以在战场上占据优势，是不是防守就一定要在巷战中获得绝对的主动权呢？火力军坐在钛合金马桶上思考了很久这个问题，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巷战中绝对不是防守就能占据绝对的优势的，有这么一款武器，它的出现绝对改变了巷战格局，它就是无人机了。要说以前为什么巷战总打不好，其实说白了还是你不了解这个地区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就算溜圈你也能给外地来的朋友溜得团团转。你别不信，你要是外地的朋友来玩，问你去哪里找你，你给他说一个莫名其妙的街道，他还真不一定能找到。所以巷战中防守方总是占据优势，主要就是太熟悉地形地貌了，人家想玩你，你是追都追不上，这就体现到信息化作战的优势了。从目前上来看，无人机技术已经非常成熟，甚至我们经常在城市反恐作战当中，无人机还能充当狙击手的任务。配备了武器的无人机不仅可以搜寻目标，甚至还可以消灭目标。你不是火箭筒 IED 炸弹牛逼吗？我让你人都看不见就打死你，你再牛逼也不好使啊！就算我不给你无人机配备武器，在战争爆发前，我用无人机趟路，给我所有规划路线、作战目标的情况侦查清楚，哪里能藏人，哪里可能有炸弹都标记出来，战争开始之前就给这些目标全部摧毁掉。你这点小手段根本就瞒不住我无人机的眼睛。有了天上的这双眼睛，你还怎么针对我的地面部队？当然，无人机作为一种手段，还有一种武器是巷战当中非常重要的，那就是狙击枪了。正所谓冷枪冷炮，没有点冷枪，巷战始终少了点味道。别看现在的机械化作战确实让狙击手非常的头痛，但是狙击手在巷战中的优势是始终存在的，它的目的性实在是太强，并且非常隐蔽。俄乌战争期间，乌克兰的狙击手多次狙杀苏联重要目标，实际上就证明了狙击手在战场上是具有威慑力的一大杀器。无论是攻方还是守方，狙击枪都能清理战场上的重要目标，帮助部队扫除障碍，这就是其他武器不能媲美的。不过再先进的武器都不会奠定巷战胜负的重要因素，重要的还是战术和训练。我们去看看美国的战术训练手册，二战和现在如今的战术手册完全不同。当年的作战手册成篇的教你大规模军事化行动怎么存活等等，现如今作战训练全部都在玩巷战上靠。其实说白了，哪里还有什么大规模的军团作战行动，陆军已经成了工具人了。制海空权一掌握，给你的几个军事目标打击完毕，陆军就是上去打巷战，割韭菜了。那么巷战怎么打？这就是一门学问了。看看世界最近几年的巷战经典案例，不难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：你到底是选择简单粗暴呢，还是精细入微呢？简单粗暴的案例，那自然不用多说了，俄罗斯就是鼻祖。这家伙无论是发明武器还是打仗，那是怎么简单怎么来。格罗兹尼巷战经历过惨痛的失败后，第二次车臣战争，俄罗斯就吸取了教训，部队都没进城市里了，对着楼栋街巷就是狂轰乱炸，给车臣能藏身的地方是轰得一干二净，逼着车臣从掩体里出来打。俄罗斯也学坏了，你上次不是跟我玩冷枪冷炮吗？这次我也跟你玩，压根就没有大部队、装甲部队往里冲，几支特种部队渗透到里面，逐个清扫大楼、街道，屁股后面跟着大部队慢慢接收，就这样一点点扫过去。
车臣本来一开始就被炸得没脾气，没啥藏身的地方了，这还是俄罗斯特种部队的对手，只能被动挨揍，没办法，这是简单粗暴的做法。要说惊喜，那还得是美军，人家那可是细致入微了，前期的侦察工作给你干得明明白白的，就差看你今天穿的是啥颜色的裤衩子了。随后特种部队往里渗透，慢慢清扫房屋，当需要大规模的行动的时候，更是拆弹部队先拆 IED 炸弹，四面八方的美军交替掩护前进，根本不给对手一点机会。黑鹰坠落当中就有这样的片段，美国游骑兵趁着黑夜交替掩护前进，一点点迫近，那是没给武装分子一点机会。你火箭炮刚举起来，这边就给你打成筛子了，你还敢开枪打我？不过不管怎么说，火力军对于巷战的评论只有一点，那就是巷战没有绝对的赢家。虽然现在各类先进装甲、无人机等战术装备出现在战场当中，但巷战始终是短兵相接的战场，这里存在着太多的未知变数。对于战场上的士兵而言，这些变数无疑是威胁着他们的生命。那么各位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巷战在未来战争中是否会成为主流？未来巷战当中，士兵的生存能力是否会因为高科技装备得到保障？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。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